免费分享交易知识，热爱并以交易为生。这里是交易生活频道。这两天加密货币市场大跌，我也有幸做到一笔不错的波段空单。今天刚好有时间，就来分享一下当时的完整分析操作。除了技术面，也有其他方面的思路分享。因为如果做短线交易，做波头皮交易，可以纯靠技术分析或者操作来取胜，而这种稍微长一点的交易，波段或者中长线，像是我这一次的空单拿了快9天，很多时候都不是单纯的技术分析能讲明白的，可以说是盘感，也可以说因为天气或是运气，但归根结底其实就是市场情绪。每隔一段时间，某个方向的情绪到达了顶峰，总会有这样的机会出现。把我的思考分享给你，希望能帮助到你下一次也能靠你自己抓到更好的机会。如果你对更多的交易方法、策略、思考感兴趣，欢迎访问我们交易生活的官网，了解更多的交易实战策略课程。时间回到10月27号，礼拜一，当天比特币开盘后，日线在这里。我在那一天的每周分析节目中分享的思路是，认为这一根线作为分界线，它很重要。如果日线实体线站到它上面，就说明价格还能继续涨。然后当天晚一点，价格就向上扫了一下。如果你有看我在9月分享的简单日线教学模型，就是这一期节目，应该记得我当时给出的方法。如果价格在连续上涨或者连续下跌之后，获取了流动性收回，我们就可以等一个收回来方向的15分钟的缺口，等价格回到这个缺口时入场，至少能拿到前一天的 50%， 甚至是日线高点或者低点流动性的位置。这就是简单日线模型。我们来看27号当时具体的行情，价格向上拿了左边这里的摆动点的流动性，也包括前一天日线高点流动性之后收回来。我们进入15分钟的图表，可以看到它收回来之后，在这里出现了一个15分钟的缺口。我当时就在盯盘，想等价格回来进入到缺口时入场，但是一直等，直到当天睡觉前凌晨1、2点，价格始终没有回来进入这个缺口接我，只是靠近了这个缺口。其实价格也经常没有这么精准，靠近时就可以入场了，但我没等到缺口，也就没有入场。到了第二天晚上，价格就一路真回来填补了这个缺口。当时我准备开单，切换到了高时间级别测量了一下，比特币从当时的这个位置到下方最远的流动性大概是 11% 到 14% 的距离，而以太坊到下方有接近 20% 左右的距离，空间上更充足一些。如果它能按我的预期一直跌到下方，相对于比特币，做以太坊是更有利可图的，所以我当时选择开以太坊空单。入场后很快就开启了下跌趋势。熟悉 SAT、SMC 里面的 SMT 概念的朋友，可能对于这里我为什么选择开以太坊的理解会更多一点。左边这一张图表是比特币当时的15分钟图表，左边上方这里拿了远处的流动性，而右边的以太坊图表上方其实还有一个远处的流动性没有拿。同时比特币第二天上来填这个缺口时，比前一个高点是要高一点的，而以太坊这个高点距离前一个高点非常远，明显是更颓势一些。如果看空的话，以太坊就是更好的选择，因为它没有动力创新高了，用俗话来讲就是价格拉不上去，所以它更沉重，会下跌的更多。入场后我就一直拿着，到这里就是纯技术层面的分析。前面讲了，能拿这么多天还是有一些其他的技术之外的思考判断的。接下来就进入今天的第二部分，为什么我看空这么多？其中一个原因就是市场情绪。注意，这里的情绪不是那些可以量化的，外面你能看到的那些所谓的市场的贪婪与恐慌表，而是自从10月11号市场暴跌之后，刷推特，也就是现在的 X 上，能看到很多的大小 KOL 纷纷宣称暴跌就是抄底的机会，甚至晒出了插针之后在底部开的单子。当然做超跌反弹也是一种策略，但你要及时平仓，不能直接赌它可以再创新高。同时还有一些交易习惯可能不太好的朋友，因为不设止损，习惯性扛单，在11号亏了很多钱，甚至是爆仓。
这些刚刚遭受巨大损失的人，继续冲动开单的几率是很高的。如果你也天天做交易，一定懂得我在说什么。这也是交易中最难解决的心理问题。每个人都会有损失厌恶，很难从心理上认亏，亏了就立刻反复做，继续做，想要把亏的钱赚回来，结果就是越亏越多。结合这些大小 KOL 的晒单喊单，叠加上暴跌之后的这些大众心理，我就认为这一波反弹很有可能是假动作。市场盘整修复的时间太短了，很可能还要再下去一遍，让提前抄底的人出局，才有可能真的再涨。除了市场情绪，还有一个在我考虑的因素里，就是公开反指。10月11号之后，有很多人都发现了链上有地址，疑似跟特朗普家族或者说白宫方面有内幕关联，在暴跌前就开了巨额空单，而之后的反弹也都抓住了，几乎每一次都赚钱，账上积累了几千万刀。之后随着价格的反弹，他又继续开出了大量的多单。还有其他的被发现100%胜率的巨鲸，同时还有一个著名的赌狗，疑似骂级的地址，一直也在跟着开出高杠杆的巨额多单。我认为这些所谓的内幕地址和高胜率地址，就算当初真有什么内幕消息，完成前面几波的收割是没问题的，但当它仓位和影响力都变大了之后，这些公开的巨额仓位，他们的清算价格就变成了市场上的明确流动性目标。很多散户看了新闻，也会去跟这种巨鲸的地址跟单。市场一定不是在大部分人都开多看多时就能一直涨的，因为市场不是这样运作的，想往上拉也拉不动，车头太重了。反而这个时候下跌是很顺畅的。所以基于前面这些判断，我当时持仓空单，每天起床第一件事情就是打开监控列表，看看巨鲸、内幕地址以及赌狗骂级是不是还拿着多单。如果还拿着，我就放心继续持仓。当时我也在推特账户上发了，只要骂级还有多单，我就继续持仓。一直等到11月4号，观察到骂级的保证金一直在减少，我就先平了半仓。第二天凌晨，观察到骂级和巨鲸账户也基本快要清算完成了，我就把剩余的空单全部平仓，落袋为安，结束了这一次的交易。印象中上一次做这种波段也是差不多的思路，前面的入场使用了我的技术分析和模型，但是真正让我拿的时间长一些，一定是靠对市场情绪的感知。每隔一段时间就会出现一次，无论是向上或者向下。随着你参与市场的时间越来越长，你对于这些技术分析之外，市场情绪上的把控也会越来越强，就会形成所谓的盘感。最后，如果你想学习更多交易知识，实战参考，欢迎访问交易生活的官网。如果你懒得学习更多，我们也有能够辅助你盯盘的加密货币指标，至少能够帮助你避开一些追涨杀跌的地方。以上就是本期节目的全部内容，希望能够对你有帮助。我们下次见，拜拜。